继一票影视大咖惨遭贝爷的毒手后，他又将邪恶的目光瞄向了复仇者联盟。俗话说擒贼先擒王，这一次贝爷请来了美队的继任者安东尼麦凯。此次他将跟随贝爷前往威尼斯城畔的多洛米蒂山，这座山曾是一战期间意大利本土的最后一道防线，高耸的地势易守难攻，同时极端的寒冷也给来到这里的士兵带去了巨大的麻烦，而他们就即将在这里展开冒险。为了尽快和安东尼会合，贝爷决定采用跳伞的方式从山脊上下去，在做好准备后一跃而下。最后用一个完美的姿势降落在了多洛米蒂山脚下，同时安东尼驾驶着车辆也赶过来，俩人一起坐上了直升机，向着本次冒险的起点飞去。虽然安东尼扮演的猎鹰可以熟练地掌握空中飞行技巧，但在现实中坐飞机明显不是他的强项。伴随着一路的鬼哭狼嚎，俩人最终在一座高峰上降落了下来。经过一番简单的休整后，他们顺着山脊线前行。当来到一处峡谷时，遇到了第一个挑战。他们要顺着斜坡爬下60米深的峡谷，在这里没有替身和特效，这对于安东尼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。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，他明显还没有做好准备，一路上只能靠着问候贝爷的家人来给自己壮胆。至于贝爷的鼓劲，最后也化作了安东尼的一句 I hate you, bear。不过幸运的是，安东尼最终有惊无险地到达了谷底。随后贝爷利用绳索熟练地降了下来，俩人在经过了一番简单的休息后便继续赶路。接下来他们要从峡谷的另一边爬上去，而岩壁上一战时士兵铺设的钢索正好可以借助一下。上山的路途比下山稍微轻松一些，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危险，因为这一面的悬崖有90多米高，并且到处都是松散的岩石。途中安东尼的绳索钩卡在了钢索上，再加上落脚点有积雪，使他一脚踩空，左脚悬在了半空中。不过好在安东尼成功化险为夷，顺利跟随贝爷的脚步爬上了山顶。贝爷在脚下发现了好东西，这是一战时期狙击手留下来的子弹，虽然他现在不能发射了，但里面的火药正好可以用来生火。带着意外的收获，贝爷和安东尼向着林区前进。此时天色渐晚，他们需要在树林中建立营地，同时还要解决晚饭的问题。在途中，他们发现了一棵拦腰倒在地上的松树，而这便是一个天然的庇护所。树干旁伸出来的侧枝可以遮风挡雨，横在地面上方的树干则就是一个绝佳的顶棚，只需要加固一下树干两旁伸出的树枝即可。两人将旁边散落的树枝架在树干一旁，就这样，一个懒人式的庇护所便搭建完成了。现在住的问题解决了，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晚饭问题。突然，一只路过的杰瑞被贝爷发现了。本着饿一顿问题不大的理念，安东尼想要放他一马，但贝爷却不干了。只见他眼疾手快，直接一把抓住了这只杰瑞。经过简单的处理后，贝爷打算用这只英勇献身的杰瑞炖一锅汤。随即他又取出子弹里的火药，倒在干草上准备生火。经过打火时的摩擦，火药瞬间被点燃了。好家伙，直接把两人震倒在地。但庆幸的是，篝火也被顺利点燃了。贝爷赶忙将杰瑞架上火堆焖着。看来今天的晚饭终于是有了着落。在等待了半个小时后，鲜香的汤就煮好了。看着贝爷递来的肉，安东尼并没有拒绝，而是直接拿起来放入嘴中。吃过晚饭后，天色开始暗了下来，俩人也各自钻进了睡袋，一同进入了梦乡。可令安东尼没想到的是，半夜，一只前来寻亲的杰瑞钻进了庇护所。看来他是来找贝爷和安东尼肚子里那只杰瑞了。一夜过去，俩人被早上的阳光叫醒。今天他们将要顺着山谷前行，然后爬上峭壁到达撤离点，完成此次的挑战。在走了没多久后，俩人来到了一处瀑布前，而他们要攀爬的峭壁就在瀑布的后面。寒冷的天气让瀑布下结满了冰，所以俩人不得不在脚上绑上了防滑链，来保证路途的安全。等穿过冰层后，他们到达了瀑布脚下。在山体上，贝爷已经事先布置好了攀爬用的绳索，这会帮助他们爬上这座垂直高度有30米的峭壁。等做好准备，安东尼率先出发。此时的他只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小蜘蛛的能力，能做的只能是手脚并用，但也还是在峭壁上打滑。同时寒冷的天气和全身的重量，更是让安东尼的手脚大呼亚买带。可此时已经没有回头路了，他只能靠着自己的挣扎一点一点向上。终于，在用光了自己和上一任美队的吃奶力气后，安东尼成功爬上了山顶，随即便像一条咸鱼一样瘫倒在地上。接下来就轮到了贝爷。比起安东尼，他的动作就要轻车熟路许多，甚至于让安东尼有些怀疑人生。随后，为了让安东尼失去知觉的双手恢复正常，两个人一起甩起了胳膊，这画面多少是有点魔性。在折腾了一会后，俩人便继续出发，向着撤离点前进。穿过树林，他们迎着阳光来到了撤离点。随着信号弹的拉起，救援直升机发现了两人，紧接着放下绳索，他们像一条被吊起的鱼儿般升到了半空中，跟随着直升机一同飞向安全的地方。而此次的冒险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